这一家数码服务公司股价在短短2周内暴涨超过28%，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在这一个数码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有一家公司正在引领改革，那就是 CloudPoint Technology Berhad。令人惊讶的是 ，CloudPoint 的股价在短短的2周内竟然飙升了超过28%，而小编我也早在 CloudPoint 的股价只有50.5仙的时候，在我们的看透股市俱乐部分享了 CloudPoint 的报告，赚幅是已经达到至少25%。那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个惊人的涨幅呢？而他们的股价在未来是否还有上涨的潜力？那今天小编我就与大家深入解剖 CloudPoint 这家公司，来探讨他们的业务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从中探讨是否还隐藏着值得投资的机会。首先，我们得先了解 CloudPoint 的背景和业务。CloudPoint 成立于2003年，目前是马来西亚的领先信息技术 IT 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而他们的主要业务可以分为4大类型。首先是提供企业和数据中心网络的解决方案，例如 VPN、LAN、WAN 等等，帮助客户构建安全、高性能的网络基础设施，从而加速网络运营，减少停机时间，并优化网络性能，以确保客户能够流畅地进行日常运营。其次的是提供网络安全解决方案，例如安装防火墙、电子邮件安全网络网关等等，以帮助客户更快地检测、预测和预防网络安全威胁。那这2项业务都是采用一次性项目的收入模式，也就是向客户收取一次性的费用。那他们的这2项业务在2022财政年度中，企业和数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是为 CloudPoint 带来了36.5个 million 的收入，而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则是贡献了36.3个 million。那这2项业务的收入共占了总收入的80.4%。那除了上述的一次性项目收入 ，CloudPoint 其他的收入来源就是他们还采用了经常性收入 recurring income 模式，这意味着他们会定期，例如每个月或每个季度向客户收取费用。这主要来源于他们的第3个业务，那就是提供专业资讯科技服务，其中涵盖了维护和技术支持服务、软件更新、网络监控服务等等。在2022财政年度，这一个业务是为 CloudPoint 带来了17.7个 million 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9.6%。而第4个业务则是 CloudPoint 在2022年4月新推出的，涵盖了一次性项目收入和经常性收入2种模式，主要为云服务和软件提供应用解决方案。具体来说 ，CloudPoint 专门帮助客户将他们的数据和应用程序从传统服务器迁移到云计算平台。为此，客户在初次迁移时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而在后期 ，CloudPoint 会定期向客户收取云端管理服务的费用。那根据最新的业绩报告，这一个新业务仅仅为他们贡献了46万7千令吉的收入，占季度总收入的不足2%。而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项业务刚刚启动，而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为 CloudPoint 带来更为丰厚的回酬，而且这将会是长期的持续收益。那了解了 CloudPoint 的业务后，小编也话不多说，直接带大家来探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CloudPoint 股价在2周内就上涨了超过28%的涨幅。其中原因是在7月份开始，公司的管理层就在公开市场上持续的购买 CloudPoint 的股票，这间接的吸引了投资者的跟风，促使 CloudPoint 的股价上升。那究竟是什么利好因素吸引 CloudPoint 管理层不断的购买自家的股票呢？难道是有什么重大的利好消息即将宣布？那暂时是还没有看到 CloudPoint 有任何的宣布，但是小编我确实也看到了这一个行业的潜力，因此 CloudPoint 的管理层大量买回自家股票也不难理解。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于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许多公司对于数码服务的需求是日益增长。例如，有些公司为了节省购买服务器的成本而使用云端来储存数据，又或者为了防止数据泄露而采用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因此，数码服务行业近期也受到投资者的关注。那在众多提供数码服务的公司中，为何 CloudPoint 能脱颖而出，吸引许多投资者的追捧呢？首先是 CloudPoint 在数码服务界拥有高知名度和良好的声誉，他们与众多行业，尤其是金融服务、电信和保险行业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一个优势使他们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合作伙伴，例如 Amazon Web Service、Microsoft Azure、Alibaba Cloud 等等。那随着成为这些科技巨头的产业和服务经销商，这也使 CloudPoint 能够为众多客户提供更广泛的解决方案，并有机会向现有客户交叉销售其他的服务和产品，从而为 CloudPoint 获得更多的订单。不仅如此， CloudPoint近期也与2家公司合作，也就是 Sunline 和 ServiceNow。那 Sunline 是上市于中国的领先银行软件和技术服务公司，在全球拥有超过700家银行金融客户，而 CloudPoint 是 Sunline 在马来西亚首个针对金融服务行业的销售和服务合作伙伴，为他们提供数码核心银行、数码金融平台、数据分析管理的解决方案等等。而 ServiceNow 则是一个云端平台，为所有 IT 服务和云硬提供单一记录系统，使他们能够简化和自动化工作流程。目前 CloudPoint 是 ServiceNow
ServiceNow 在马来西亚的唯一经销商，并能为客户提供 IT 相关的解决方案。那根据 Apps Run the World 数据 ，ServiceNow 在2021年的 IT 服务管理在全球市场份额是占了40.18%。此外 ，RHB 的研究报告中也显示 ，ServiceNow 预计他们的订阅收入将达到84亿美元，并且按年增长22.5%至23.5%。因此，相信 CloudPoint 身为 ServiceNow 的经销商，也能从中获益。基于这些数据 ，RHB 预计 Sunline 和 ServiceNow 与 CloudPoint 的合作将为他们的云端服务业务贡献2023财政年度总收入的大约5%，而到2025财政年度，这一个贡献预计将按年对比增长至少1倍。那除了拥有高知名度 ，CloudPoint 的巨额订单也是吸引投资者追捧的重要原因。根据招股书 ，CloudPoint 的未记录收入 （Unbilled Order Book） 也就是已签约但还未记录进公司的收入，总额是65个 million， 而其中高达39个 million 的收入预计将在2023财政年度的接下来3个季度内逐步确认并记录。而这些数据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单单是这39个 million 的未来收入就已经占了2022财政年度91个 million 总收入的43%，而且这还不包括 CloudPoint 未来可能获得的订单。那根据 RHB 研究报告显示 ，CloudPoint 在2023财政年度的订单数额是已经飙升超过50%，达到了60个 million。这是因为过去的数个月中获得主要客户的新订单。然而，尽管订单的数量很重要，但真正的收入和盈利才是衡量公司健康的关键指标。根据 CloudPoint 过去几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从2019财政年度后的每一个财政年度，无论是收入还是盈利方面，都是出现增长的。特别在2022财政年度，收入是达到了91个 million， 对比2021财政年度增长了52%，同时盈利也增长了28%至13个 million。因此，这些数据都证实了 CloudPoint 的稳定增长。那基于这些数据和消息，大家认为 CloudPoint 今年的收入能否超越去年的表现吗？欢迎大家留言你们的看法哦。那除了公司的高知名度和巨额订单 ，CloudPoint 健康的财务状况也是受到投资者追捧的原因之一。根据最新的业绩报告 ，CloudPoint 目前是持有多达57个 million 的现金，而这主要来自 IPO 的筹款。那凭借这一笔庞大的资金，相信它能够支持 CloudPoint 的日常营运和扩张他们的生意。不仅如此 ，CloudPoint 目前也没有任何借贷，也就是一个零借贷公司。这意味着 CloudPoint 不仅仅是一个净现金公司，而且也没有还债的压力。此外，还有一个更令人振奋的消息，进一步证明了 CloudPoint 在数码服务领域的影响力和前瞻性，那就是他们与中国蚂蚁数码科技旗下的蚂蚁链 N-Chain Technology 合作，探讨运用后者的 M-Pass 平台，为大马市场提供超级应用程序 Super App 平台。这主要能帮助银行和金融公司提高客户参与度，并扩大他们的金融服务，使他们能够提供全面的服务和产品，包括整合支付、贷款、保险和投资等等。为此 ，CloudPoint 管理层相信，这一次的合作将为金融领域带来尖端科技方案，并突破数码银行的界限。那说完了 CloudPoint 吸引投资者追捧的优点后，我们就来探讨 CloudPoint 的利空。首先是 CloudPoint 的应收账款比例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到自2019财政年度开始，他们的应收账款每年持续都有增加，到了2022财政年度更是高达33.8个 million， 占流动资产的54%。这可能暗示着公司的客户付款期限是比较长，或者存在部分款项难以回收。不仅如此 ，CloudPoint 的现金也从2019财政年度开始持续减少，在需要大量资金的紧要关头，这两个因素可能会给公司带来现金流压力，因此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这一些可能影响 CloudPoint 现金流的风险。此外 ，CloudPoint 目前也面临着依赖单一客户的风险。在2022财政年度，他们的收入83%都是来自5大客户，其中2家主要客户就占了总收入的64%。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风险，因为一旦 CloudPoint 失去了这2大客户，也意味着大约60%的收入将面临威胁。那在这里，小编也要打一个小广告，那就是我们扭转乾坤的看透股市俱乐部。而今天所分享的 CloudPoint， 其实早在1个月前，我们就在看透股市俱乐部分享了 CloudPoint 的报告。当时他们的股价也只是50.5仙，对比现在的股价是已经上升了25%。那想知道我们是如何提早在股市上涨前就分析并且分享这一只股票的吗？欢迎到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的连接联系牛哥，并索取免费的 CloudPoint 报告哦。那根据 Independent Market Research IMR 报告显示，预计2023年至2025年，马来西亚的网络解决方案 Networking Solutions 和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Cyber Security Solutions 行业的复合年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18.9% 和 16.1%， 这将为 CloudPoint 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面对这一个有利的市场形势 ，CloudPoint 是已经做了一个全面布局的准备。他们打算在未来通过建立安全营运中心来提供托管网络安全服务，以监控和管理影响网络企业基础设施的
网络威胁和攻击。此外，他们也打算扩大云端服务和软件应用程序领域。最后 ，CloudPoint 打算增强现有的网络营运中心，以提供额外的托管网络服务。因此，凭借 CloudPoint 明确的策略，相信必将成为数码服务行业的佼佼者。那在进入总结之前，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0.05%最低水钱，而且享有每年2.68%利息回抽的投资户口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一支影片的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这样一来，也就能节约投资成本，赢在起跑线。那经过深入的分析 ，CloudPoint Technology Berhad 无疑是一个在数码服务领域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公司，尤其是与多家著名企业的合作和稳定的收入增长，都为他们赢得了市场上的认可。这也能从近期的股价上涨中得到了体现。然而，每家公司都有他们的优势和潜在的风险，因此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应该全面考虑他们长期的增长潜力和短期的风险，确保自己的投资决策是基于深入的分析。那荧幕前的你们觉得 CloudPoint 未来的业绩表现会更上一层楼吗？觉得会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不会的打上2，并留下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